您好，這是靜姐說花。有的花已經謝了，要換盆，所以今天我們來說換盆。蝴蝶蘭是不是一定非得要換盆呢？其實不一定。就好比長在野外樹幹上的，人家一輩子就抱在那個樹幹上，也不需要更換。而我們在家裡花盆中養的那些，為什麼要換盆呢？也就是說，有什麼理由讓我們一定要換盆呢？換盆的時候，說實話，对它的根呢是有一定傷害的。那我們要換盆，一定是利大於弊，我們才會去做，对吧？正好我有幾個要換盆，我們一邊換，我一邊來說吧。比如這棵花謝了，仔細看了一下呢，有點缺水，盆裡的情況還可以，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給它補水。這會兒放的是清水，沒有肥，給它泡個盆。像這棵的這種情況，它是有點缺水，最好是先不要給肥，先泡一次水。水給過之後，下次乾了，再給肥水不遲。根据這棵的這個情況呢，這次我就不給它換盆了，因為沒有找到換盆的理由。等一下它的那個香蕉皮肥呢，我可能給它更換一下。其他的呢，看起來根的狀況、植料的新舊程度、盆的大小等等都還比較合適，所以不需要做什麼了。再來看這兩小盆，透過盆壁看它們的根兒和植料也還行，但我想給它们換，為什麼呢？這兩棵吧都長歪了，那今年都已經這麼歪了，再長一年那不得更歪呀？所以我準備給它們糾正一下。這是我一眼看過去想給他們換盆的第一個理由。先給這盆換。這盆呢，我們可以看到盆裡頭還有一些水苔，下面是桃粒。這棵去年來的時候，因為就是用水苔種植的，所以我當時可能就是只簡單的拿掉了一些水苔，換了一個盆，盆下面墊了一點桃粒就這麼樣養到現在。養蝴蝶蘭呢，可以有很多植料都合適，但我養下來，在我的環境以及我的養護習慣吧，我更喜歡用的是樹皮混料。所以像這個用水苔養的，最終我應該是會把它換成樹皮混料。所以把水苔換成樹皮，這是要給它換盆的第二個理由。歸納一下的話，就是更換養護方式也是換盆的一個理由。比方說更換不同的植料，又或者說從植料養殖變成水培等等，也是換盆的理由。我現在正在做的呢，是把長到盆外的那些根慢慢的推回去。因為這個盆我還想保留，不想要毀壞。好在那些洞也比較大，慢慢的呢都能把那些根推過去。像這種穿盆而出的根有3個選擇。一個是像我這樣給它推回去，但如果推不回去呢，要麼把盆剪壞，要麼把根剪斷。要麼說只要是換盆，不可避免的就會給它的根造成一定的傷害，只是傷害的大小而已。就比如眼前的這棵根雖然沒有被我剪斷，但是就這麼着一折騰，它原來熟悉的環境破壞了，往外推那個根的时候，估計也會有一些傷害，刮傷啊什麼之類的，這個難免。這棵的根大體上還行，也不需要修根，沒看見有什麼爛的需要被我修掉的，所以可以這樣原封不動的放到盆裡就行。不過之前那個盆我覺得有點小了，我給它換一個稍微大一點的盆。之前盆裡的那些水苔呢，我就不用了，但是那些桃粒我準備繼續用，所以又把它們撿回到盆裡了。然後把它的根都收到這個盆裡，它不是之前歪着長了嗎？所以放進去的时候要注意朝向把它扶正，然後再放植料。看到它之前那個老花梗嗎？我掰斷的时候故意給它留了一截，是有用的。用夾子這麼一夾，這個植株想躺下都難了。
給它使用的質料還是老3樣：樹皮、木炭、珍珠岩。所有的質料都是鬆鬆散散的放到裡面，也就是說裡面有非常大的空隙。而且这3種質料的个头我都用的稍微偏大一点的，不是那种特別細碎的。這裡面最小的可能就是珍珠岩了，這已經是我能找到的個頭最大的珍珠岩的顆粒了。這樣裝質料呢，就主打一個疏鬆透氣。可以這麼說，盆裡的質料呢，如果裝的比較的疏鬆透氣，也就是盆裡的透氣性比較好吧，這種情況下對膠水的容錯率就比較大。也就是說，水澆的不太對，比方說過於濕啦等等的，它那根也不是很容易爛。因為在透氣性好的環境下，細菌相對的來說不容易滋生。再來看歪倒的這第2顆，這顆的質料也不算舊，不過我記得我上次給它換盆的時候，它那個根就不太好。這是已經換盆，應該換了1年多了吧。換完盆之後，透過盆壁看，它那根新長的根應該還行，所以這次換盆，這次給它換盆呢，主要就是因為它長歪了。這顆也有的根從盆裡面長出來了，而且看上去不太容易回去。我這一邊往外倒質料，一邊想，那這個根我怎麼辦呢？是把盆剪破，還是把根剪斷呢？結果出乎意料，沒想到我知難而退了。看着這個根這麼難取出來，忽然就想，我為什麼要換盆呢？我留着這個盆不就行了嗎？只把質料更換一下。這個盆的尺寸對這個植株來說還是合適的，不需要更換更大的。既然還是用這同一個盆，根又那麼難取出來，索性不換了，就這樣把舊質料倒一倒，換成新質料就行了。於是在倒出了絕大部分的舊質料之後，又添上一些新的質料，這個換盆就完成了。確切的說是換質料就完成了。盆裡的根在前面一次換盆的時候是有爛根，已經清理過了，看上去新長的這些根也不需要做清理。我只需要像前面那顆一樣，用這個花梗和盆固定一下它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其實我剛剛從盆裡倒出來的那些舊的質料也並不陳舊，因為用的時間不算太長嘛。但我想既然換嘛，索性就換成新的吧，所以我還是重新放的新的質料。所以這顆純粹是為了把植株扶正而換的盆。我們來總結一下換盆的理由，大致有這些，也包括我前面已經提到的：一，質料陳舊了，質料使用時間久了之後呢，容易酸腐、燒根，也就是導致爛根，所以這種情況最好換一下質料，換成新的質料。通常來說，樹皮混料2-3年一換，水苔1-2年一換，但這個時間是一個參考時間啊，各種環境下這個時間會有變化。第2個原因，更換養護方式，這包括從質料到水培，或者說從水苔到樹皮之類的。3，盆裡的根腐爛嚴重，爛根呢，不是說一定要換盆，但換盆是解決爛根的方法之一，尤其是在爛根特別嚴重的時候，換盆可能還挺有效的，因為爛根嚴重嘛，裡面的病菌可能已經非常的多，乾脆換新的。第4，除蟲，如果盆裡有蟲，換盆不是唯一的方法，但換盆除蟲是比較徹底的方法，因為可以把盆清洗一下，質料全部換成新的，那蟲不就沒有藏身之地了嗎？第5，長歪了扶正啊，就像我前面做的那樣。第6，尺寸不合適也可以換一下盆。第7，盆裡面生綠藻，需要清除一下綠藻，也需要換一下盆，因為盆裡面的綠藻不換盆清不掉。第8，
如果需要分株，那当然也要換盆。比如这一盆，我打算过些日子给它分开，分成2棵。换盆除了我说的这8个理由应该还会有其他的，只是一时半会儿没想到，只想到了这8个。总之，只要觉得换盆利大于弊，那就可以做。换盆的最佳时机就是花谢之后。花谢之後，它很有可能轉換生長模式，這個時候換盆通常比較合適。但是也要考慮外部環境，主要是考慮溫度。要在外部環境溫度合適的情況下換盆，也就是大致在它的生長室溫範圍以內，在這個溫度範圍之內換盆比較不容易出問題。那如果花謝之後正趕上溫度不合適，是馬上換盆呢，還是再等等？我的感覺是再等等，等到溫度合適的時候再換盆更好。因為通常環境溫度不合適的時候，它的生長是比較困難的。那如果在這個時候換盆，我們知道換盆多多少少都會給植株帶來一定的傷害，再疊加上溫度不合適，就會把這個傷害放大，它就不容易恢復，也就是更容易出問題。所以合在一起，我們可以這麼說，花謝之後，如果環境溫度合適，是最佳的換盆時機。如果環境溫度不合適，再等等，等到合適的時候再換盆。好了，這一期視頻呢，主要就是講了換盆的理由。那後面還有一些換盆的，我就放在這後面吧。比如說這棵也是很難從盆裡拿出來。我最終也是把這個植料倒了倒，讓植株繼續留在這同一個盆裡，更換了一些新的植料作罷。再補充一點，如果是在家裡養的，一直從頭到尾在家裡養到開花花謝之後，通常來說環境溫度還可以換盆。但如果是從外面買回來的，因為他們是養在蘭園的溫室裡面嘛，到家之後花謝的時候就不一定是什麼樣的環境溫度了，就有可能趕上這種不合適的環境溫度，那就等一等再換盆。之後一直在家裡養，按照家裡的這個溫度循環，通常來說花謝之後是合適換盆的。好了，接下來換盆還在繼續，但我要說的就到這兒了。謝謝收看，咱們下期再見。